各位下午好，我是收胚的 CEO 冯新宇，很荣幸今天有机会在这里和各位分享一下我们最近2年在 MetaNet、在 MetaID 上的一些实践经验，还有就是我们最近的一些体会，还有一些思考。今天我的主题是未来的 MetaNet 基于区块链的下一代互联网。我相信最近有一个词大家肯定听到过很多次，这个就是元宇宙。这个元宇宙这个词火到了，连扎克伯格也将他自己的 Facebook 改名成 Meta。我们公司这最2年主要的一个业务是推动 Meta ID 的一个发展，然后我也经常将 MetaNet 的概念挂在嘴边。其实，在 Metaverse 元宇宙没有火之前，我们一直就认为 MetaNet 它就是下一代的互联网。从它的一些要素上，可以衍生出现在我们大家日常所说的元宇宙的一些概念。然后在Facebook 改名的这段时间里面啊，然后平常没有少听我唠叨 Meta ID、MetaNet 概念的那些朋友呢，他也纷纷问我，哎，你们经常说的那个 Meta ID 跟 MetaNet 跟那个 Metaverse 元宇宙，还有 Facebook 改名成 Meta 有什么关系呢？关于这个问题呢，我想先抛一个问题啊，然后希望大家也思考一下，如果是我们未来无可避免的要生活在一个数字化世界里啊，这个数字化世界可能叫元宇宙或叫什么？我们是想要过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数字化的世界呢？是否希望我们能生活在一个由大的商业公司所控制的这么一个元宇宙，这么一个数字世界？我们的数据还是归属在大公司里面？就简单的说，它就是我们是否愿意从现在一个被控制的虚拟网络到一个被控制的数字人生，还是我们有没有其他选择呢？是否更愿意选择一个生活在数据归自己所拥有的，这是一个没人能够篡改的公平公开的数字世界呢？在这么一个公平公开的数字世界里，这是一个全球唯一的虚拟世界，在这个全球唯一的虚拟世界里边，数据是属于我们自己的。每个用户他所产生的数据、所产生的资产，他是自己可以完全控制。而现在的这些大公司，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作用仅仅只是说开发这个虚拟的大世界里面的某个功能，或者是说开发某个客户端，或者是说进行不同层面的一个渲染。可能有些公司它做 VR 头盔很好的，它就可以将这个世界渲染成一个 VR 的世界，是吧？但这个 VR 世界里面可能跟2D 的世界其实数据也是一模一样，完全互通的。对于元宇宙的最终的那个形态啊，我相信可能也没人能够知道它是最终形态是怎么样子。但如果是给我自己选择的话，我肯定是不愿意过第一种的那种虚拟世界，我自己更愿意生活在类似第2个场景里边。我们的观点就是说，元宇宙未来如何我不知道。但它有一个前提，它必须是建立在一个区块链的互联网基础之上。而现在这个区块链的互联网，从现有的技术，或是一个现在正在形成的，或是说最有可能够承载我们全世界70亿人的这么一个区块链互联网，这个就是我今天要给各位介绍的元网，叫 MetaNet。先有元网，后有元宇宙。请允许我简单介绍一下 MetaNet 元网是什么。MetaNet 它是在2018年11月份是由 Craig 博士发布的一个在 BSV 区块链上面的一个数据结构协议。它简单来说呢，它是可以将离散的 UTXO 变成一个有序的 DAG 图。其实区块链它的一个交易本来它就是一个无序的这么个交易啊，大家可以理解成是一盘散沙。然后有了 MetaNet 这个协议之后呢，它就可以将这些散沙就串成一串串有格式的、有结构的这么一个数据。然后我们可以利用 MetaNet 结构，利用 MetaNet 协议，将这些散沙凝聚成一堵墙，凝聚成一幢楼，甚至是凝聚成一座高塔。我还记得 Craig 博士在发布这个 MetaNet 的时候啊，然后他也说了一句，在当时其实也引起了很大争议的这么一句话啊：互联网将成为元网的侧链。大家其实也可以带着这么一个思考，互联网它到底有没有可能真的是变成元网的一个侧链？我们公司大概从2020年开始，将我们公司大部分的一个，应该说全部的一个开发力量投入在元网的建设上。让我们来去描述元网是什么的话，我会愿意说，元网它是一个关于人的网络，它一切都是以个人为中心，它可以让
用户让个人真正拥有自己的数据，它可以让用户真正的控制自己的数据。这个数据我甚至可以控制是某个应用它才能访问，我甚至可以将我的数据打包成一个 NFT 来进行出售。这是一个连接人的网络，它可以跨越地域，将不同的人连接起来，让价值以一个相同的尺度，在一个人组成的网络里面自由流动。关于原网是什么，其实我自己也试图，然后用1、2句话来尽快能够清晰的、准确的描述它是什么啊。最后我自己得出的一个结论，它是一个能满足人们对区块链技术一切美好想象的互联网。它是一个全新的互联网，它是能解决现在互联网大部分弊端的这么一个技术。在我看来，它是还原了互联网本该有的样子。更重要一点就是 ，MetaNet 它并不是说是一个概念啊，也不是一个设想，它是一个真正的进行时。在这1年半里边，就是也涌现出很多的一些 MetaNet 的一些基础设施，还有应用。现在呢，已经是有多个的 MetaNet 数据服务商已经是支持着 MetaNet 数据的一个服务。到现在为止，有接近20个应用啊，这20个应用可能就是由不同的团队来构建的。虽然这个时间可能不长，现在在链上啊 ，MetaID 的一个用户数也有17000多人，然后每天也有1000到2000的用户来使用各种各样的 MetaID 应用。现在最近就是 BSV 网络上的大概70%到80%的一个交易体积也是由 MetaID 应用贡献的，包括接近1半的交易数量也是 MetaID 应用产生的。当然，可能有些朋友说，哎，这个速度或这些数量在整个的区块链领域里面并不算是什么东西啊，因为可能很多应用一下上来就几百万用户怎么样的。但在我们看来，它其实是证明了很多点啊。首先，第一个，它证明了 MetaNet 的这个构想它是可行的。下一代的一个网站也好，或 APP 也好，它是可以完全根植在区块链上面去，根植在 BSV 网络里边。区块链应用它可以远远不只是一些炒作类的应用，远远不只是一些 DeFi 类的应用，远远不只是交易所，远远不只是借贷类的金融业务，它可以现在是互联网上的一个任何应用。然后第二个就证明了区块链应用它是可以扩展的，它是可以承载大量用户的。第三个就是说，它很重要一点，它证明了区块链应用每一个事物它是可以低于几分钱的，它是可以随着用户量的增加，使用这个区块链应用的成本它是会下降的，而不是现在大部分的区块链应用它是随着用户使用量增长，使用成本反而是上涨的。这种模型它肯定是注定是不能大规模使用。我们看到的一个就是，我们在不远的将来将迎来一个全新的互联网，这个互联网完全根植在区块链上面去。就我们这2年开发经验来看的话呢，在这个未来的下一代互联网这个原网里边呢，它和现在传统的旧的互联网相比呢，会主要有这么4个大的这么个特点了。第一个呢，就是在未来的原网里边数据它是能够做到真正的互联互通。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数据它是真正的归用户所拥有。第3点就是个人的资产、个人的权益会被迅速的 NFT 化，或者叫 token 化。然后第4点也很重要的一个就是，它是一个高承载性的，可承载70亿人使用的这么一个新一代互联网。先说第一点了，数据互联互通。我们现在日常使用的互联网其实发展了也有大概20到30年左右，然后事实上已经是形成了一个物理上互联互通的这么一个网络。但其实站在数据层面，这个网络并不是互联互通，而事实上形成了一个个信息孤岛，就是来自不同的公司的 APP 的数据，它是不能互联互通的。好，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能够做到数据真正归用户所拥有啊。我们每天产生很大量的数据，但我们习以为常一点就是，其实这数据由我们产生的，但这些数据却事实上被成为了商业公司的一些私有财产，变成了他们可以予取予夺的这么一个数据。但在未来的一个原网里，用户他甚至是可以控制自己数据的访问情况，甚至是出售自己的数据。就因此，这个主体关系或是一个主从关系，就也是彻底的发生了一个改变。第3点就是个人资产还有权益将会迅速的 NFT 化，
最近 NFT 也是很火嘛，然后包括那个 NFT 头像、各种 NFT 的收藏品，然后包括传统的互联网公司也是加到那个 NFT 来。但在我看来，现在的 NFT 可能也只是未来的 NFT 的这么一个小序幕。刚才提到了，在原网上，我们的数据是归我们自己所拥有的，是我们可以控制的。因此呢，我们也可以很简单的将我们的一些数字资产 NFT 化或数字权益 NFT 化，并且它是可以很简单的进行一个流通，甚至是一个交易。然后第4点呢，这个在我看来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必须是高承载性的，它是能够给70亿人所用的。因为在我所说的下一代互联网里面啊，这个互联网这个词其实就隐含了一层意思，它必须是连通全世界的人，因为它不叫互联网嘛，它只能是个局域网或是一个小应用。原网它所根植在的 BSV 区块链是现在唯一一个是在 POW 加 UTXO 模型上，它是可能性最高的，能够承载70亿人的这么一个区块链。任何的号称说所谓的 Web3 或是要成为下一代互联网的技术的话，如果它是不可能承载70亿人使用的话，那这个肯定不是一个未来。由于原网或是区块链互联网，它是从根本上改变了很多的一个逻辑，因此它会引发出很多新的商业模式。在这里，我也想分享一下，原网它会带来一个全新的一个开发的模式，还有全新的一些商业模式。在原网的世界里呢 ，MetaNet 呢或叫原网呢，它是会更像是一个超级大的应用，这是一个全世界人都可以很简单可以触达的这么一个大的应用。但这个大的应用呢，它的各个功能呢，它是由各个开发团队，可能是位于全世界不同地方的各个团队来无许可的开发这么一个大的应用，可能每个团队开发一个小的功能，开发者的颗粒度会更小了，然后更偏向于中小开发者。然后第3点就是由于数据的一个复用，还有功能模块的复用，因此它会出现比现在当今应用数更多的这么一个状况。然后第4点就是应用开发速度还有开发的难度会比现在更加快捷和简便，当然也会催生出很多新的商业模式啊。就我们自己来看的话，我们已经看到有这么几点在未来会形成趋势了。第一个就是应用它不会再依赖数据垄断而获得超额利润了，而是在用户体验上，在资费层面上，还有在创新能力上做一个竞争。第3点就是由于微支付的能力，还有 token 的能力，应用的收入来源会比现在丰富得多。应用上线第一天，它就是可能会出现营收，而不像说是现在的互联网，我必须得要烧很多钱，然后将用户烧起来，然后到一定用户规模后，我才能靠广告来盈利。但以后就完全不需要了。那第4点就是应用的所有权关系会发生改变啊，所有权和分红权不再限于现在少数的有限公司的股东，而更多的是可能很多大的应用都慢慢变成一些公众型的应用了。然后用户他既是用户使用者，他可能同时也是推广者，甚至也可能是分红者。刚才我提到过很多次，就 MetaNet 它不是一个设想，它不是一个构思，而是一个正在进行时的东西，它是一个可以摸得着、看得见的这么个东西啊。虽然它还非常稚嫩，但未来永远都是属于一些有远见的人。有些有远见的人能从现在这么稚嫩的这么一些应用，或是这么一些 APP 里面，也能看得到未来的趋势。如果是对这个有兴趣的人呢，可以从这3点来进行入手，或者是来体验原网 MetaNet 到底是什么。然后第一个可以从 MetaID 来开始了解 MetaNet 和 MetaID 的更多的一个可能性。我简单介绍一下 ，MetaID 是我们这2年在主力在推动的这么一个就 MetaNet 这么一个分布式 ID 协议啊。它是一个开源开放的协议啊，所有应用方都可以无许可的加入。简单来说 ，MetaID 它是可以让应用方可以更简单的就能够开发各种各样的一些MetaNet 应用，并且用户他以后只需要使用一个主私钥或一个账号，就可能使用所有的 MetaNet 应用了。然后 MetaID 跟 MetaNet 跟 MetaVerse 的关系是怎么样呢？就简单来说 ，MetaID 它是为 MetaNet 提供了很多便利的功能，它是它的一个子集，它是能够给用户、开发者能够很方便的开发各种各样的一个 MetaNet 应用。而在我看来 ，MetaNet 它是以后未来 Metaverse 的一个基础。如果是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更美好的一个 Metaverse 的话啊，因此这3者关系大概是这样。大家也可以尝试一下这个 Soul APP， 它简单来说是一个 MetaNet 上的一个社交平台，它同时也是一个 MetaNet 的一个应用的一个入口。在上面大家可以尝试用各种链上的微博，然后
链上的笔记、链上相册、链上的游戏等等。然后也可以尝试一下基于 MetaNet 的一个 NFT 市场。基于 MetaNet 的 NFT 市场的 NFT 和其他的 NFT 它很大的不一样，就是它的 NFT 它是可以和 MetaNet 上海量的应用有一个很紧密的一个结合。然后也可以和用户在这个原网上的身份有一个很紧密的结合，并且上面可以实现的那些 NFT， 它远远不只是一些艺术品，远远不只是一些图画，它可以是权益类的，可以真正有效用的一些 NFT。刚才我也说过了，我们团队是一个在 MetaNet 领域里面就是投入大概2年精力来开发的这么一个团队啊。我们刚才分享的更多是一个我们这2年的一个实践经验，我们所看到的东西。在最后呢，想用某个伟人的一段话啊，来形容我们看到的东西，并作为今天我演讲的一个结束。他是一个站在海岸遥看海中已经看见桅杆间的一只航船，他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经光芒四射的一轮朝日，他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原网，一个 MetaNet。希望我们能够在原网相见，谢谢各位。